最近有中国网红呢，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小便跟喷漆，引起了日本民众愤怒。不过中国外交部却说呢，日本自己应该要先反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靖国神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6月1号的早上呢，有日本民众发现有靖国神社的石柱上面竟然被喷了红漆，写上厕所的英文。本来事件呢还在调查，结果有中国网红发影片承认，他为了抗议日本排放核处理水，才会在靖国神社小便跟喷漆。这起事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的日本人感到愤怒，觉得这是对于日本文化的挑衅。但有不少中国人拍手叫好，就连中国外交部也认为日本应该要先自己反省。其实呢，靖国神社的争议已经很久，每次只要有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韩国都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就连美国呢，都曾经因为当时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表达过失望的立场。那到底靖国神社是什么？为何参拜靖国神社会有争议？日本人自己又是怎么样看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炸鸡、薯条、臭豆腐，油炸食物明明不健康，但为什么都超好吃？除了味道、口感之外呢，有研究发现也跟声音有关。研究者呢给受试者吃薯片叫他们给薯片评分，过程当中呢调整吃薯片听到的声音，就发现明明同一种薯片，只要声音越脆，大家就觉得越好吃。他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古时候人类的食物匮乏大脑会本能的渴望高油脂、高卡路里的食物，而人类最常见的脆脆食物呢，其实就是炸过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吃到脆脆的声音，就本能觉得超好吃。那抗拒不了油炸食物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看看用飞利浦新乐式气炸锅。新乐式气炸锅帮你把简单的食物变好吃，罪恶食物更升级。独家专利的海星底盘可以形成高温龙卷风气旋，加速美拉反应，不只是让食物外酥内嫩，还可以减油90%。而且用气炸锅最麻烦的就是看不到东西到底够熟了没有。新乐式气炸锅的透视视窗就可以直接看到气炸的过程，再也不用开关关气炸锅。现在嘖还有独家首发的超短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看看吧。靖国神社位于日本的首都东京，在1869年由明治天皇设立，一开始命名为东京招魂社，后来呢，在1879年改叫做靖国神社，有安定国家的意思。靖国神社会成立主要是想要纪念在明治维新期间，特别呢是戊辰战争当中战死的士兵。后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战争，只要是为国牺牲的人都可以进到靖国神社。这些人不只有士兵还有在战场上面救护的护理师女学生，以及在这个军工厂工作牺牲的学生还有平民。而靖国神社里面没有骨灰、灵堂或是牌位，只有一本灵玺簿，里面记录了将近250万名牺牲者的姓名跟基本资料，其中呢有超过213万都是第2次世界大战当中战死的日本官兵。因为台湾还有韩国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在战争期间呢，也有大量的民众被征召去当日本的士兵打仗，所以他们如果战死也会被列入名册。靖国神社里面呢，大约有2万多名的韩国人以及2万8千名的台湾人，其中也包含了李登辉的哥哥李登清。在1978年之前呢，每年靖国神社的春秋大祭以及2战的终战纪念日，都会吸引到很多的民众前来参拜跟悼念牺牲者。但这个习惯呢，因为一起事件发生了改变。原本靖国神社呢由军方管理在2战之后，根据战后新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1946年靖国神社就改组为宗教法人团体。1978年呢，有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的列入了靖国神社的祭典名单，在媒体揭露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日本政府回应呢，靖国神社不再受到政府的控制，所以核4甲级战犯是靖国神社内部的判断，但有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主要是因为甲级战犯是在2战期间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认定呢犯有破坏和平罪的人。这些人呢大多都是战争当中的领导阶层，因为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或是违反了国际条约而被判刑。其中包含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松井石根。此外，靖国神社里面的游旧馆也是争议的重点。游旧馆呢是一座战争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日本战争时用到的这些军事装备以及战争照片，还有相关文件等等。其中呢有说明提到，日本会发动战争是为了要解放亚洲，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很多人批评呢，这是在过度的美化跟合理化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行为，而且呢也忽略了这些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跟苦难。
另外呢，游说馆当中比较少提到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等议题，也被质疑是在掩盖历史。所以每当日本的高官去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在国际上面引起争议。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是每个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必须要回答的考古题。而且不管是公开或私人参拜就算呢只是提供祭品，都会引起国际抗议。其中最严重的呢有3次。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中战纪念日的40周年。当时的首相松正跟康弘呢，在2战之后第一次用首相的公职身份正式的参拜靖国神社，还用公费买了鲜花，引发了国际第一次对于靖国神社的反弹。其中反应最大的就是中国跟韩国，他们强烈的抗议日本把军国主义合法化。第二次呢是在2006年，靖国神社成为宗教团体的60周年，也同样是中战纪念日。当时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卸任前的1个月，实现了一定会在中战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见。除了再次让中韩外交部发出声明抗议，北京还有首尔的街头呢，也都出现了反日的示威游行。最近一次呢是在2013年的12月底，首相安倍晋三用私人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不止引来了中韩抗议连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网站也罕见的发表声明表达失望，认为这会加深日本跟邻近国家的紧张关系。那除了国际社会反对，原本靖国神社呢是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对象，但从1978年之后，天皇也不再去了。日本的昭和天皇呢，本来都会参拜靖国神社，但自从1978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根据2014年日本宫内厅公开的昭和天皇实录当中有提到，昭和天皇是因为甲级战犯被集体供奉在靖国神社而放弃参拜。对于这个决定呢，专家有3种看法。第一呢是认为昭和天皇可能对于战争的后果感到愧疚，所以不愿意再去。第二种是呢，昭和天皇可能是对于秘密合祭的程序感到不满，认为是藐视军威才不想去。最后一种呢，专家认为天皇可能担心外界的眼光，想要避免国际争议，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那无论如何呢，后续继位的明仁天皇、德仁天皇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日本国内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反对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主要可以分成2个原因首先呢是违宪问题，因为战后宪法有政教分立的原则，而靖国神社是一个宗教场所，首相用公职的身份祭拜，可能被视为政府在支持特定的宗教活动。再来，很多的日本人呢也跟中韩的立场一样，觉得靖国神社核四甲级战犯就像在肯定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日本应该要更全面的推动和平还有和解。有日本议员呢曾经质问首相小泉纯一郎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参拜甲级战犯相当于德国的总理去祭拜希特勒的坟墓，是想犹太人跟德国人会作何感想？那这样国内外都不支持靖国神社，干嘛不干脆拆掉算了呢？靖国神社跟很多的议题一样，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的声音呢，主要可以再分成2个面向。首先，有人会用爱国主义的说法来支持靖国神社。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甲级战犯呢，都是热爱国家的人，只是因为在2战当中战败了，才会遭到战胜的同盟国制裁。像是把甲级战犯列入靖国神社的公司呢，就是神社的最高负责人松平永芳就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他认为日本要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才可以重建日本精神。而这些人也认为呢，日本人想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个人信仰跟文化传统，别国根本就不应该要对此说三道四，试图要干涉日本的内政。而第二种看法是呢，参拜神社不代表支持战争，国际社会不应该乱扣帽子。安倍晋三就曾经发出声明说，他去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要向战争牺牲者的灵魂汇报执政1年的表现，也想要表达他不会让人民再次生活在战乱当中的决心。很可惜却被当成是政治跟外交的问题。此外呢，他也反驳中国批判他是军国主义者，自己呢却以每年10% 以上的比例持续的增加军事费用超过20年以上，暗指中国双标。此外呢，也有人解释在日本文化当中呢，有些人会认为死亡就是最大的赎罪，所以呢，不管这些人的生前呢有什么样子的功过，都可以成为被祭祀的对象。再加上呢，这些战犯们在生前都已经受过审判了，所以会认为祭祀英灵跟反对战争是可以并存的。而且就算甲级战犯有争议好了，在靖国神社里面呢，大部分也都是对于国家有贡献的英灵，身为日本人呢，还是应该要去向他们致敬。所以也有人提议不如就把14位甲级战犯移出神社，让想拜的人去拜，不就好了吗？
多年来呢，不管是日本国内还是世界各国呢，都在提议要移出靖国神社内的甲级战犯来解决纷争。在2014年呢，日本的二战阵亡者家属团体也向靖国神社正式的提出这样要求。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呢，天皇夫妇、首相以及全体的日本国民就可以在靖国神社毫无保留的表达敬意了。不过靖国神社回应灵魂一旦被侍奉进入神社，已经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像不可能把一滴水从一个池塘当中移除一样，没有办法单独的拆分或者是移除。另外，他们也坚持神社的祭祀对象呢，应该是由神社自主决定，日本政府跟外界都不应该干涉。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志祺器械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认为在讨论参拜靖国神社这个议题呢，已经不能够单纯的看成祭祀行为，它包含了政治、外交、文化的议题在里面。对于很多反对靖国神社的人来说呢，他们会认为日本对于过去的侵略历史并没有深刻的反省。例如，日本政府曾经说核四甲级战犯是靖国神社的自主决定，但2012年朝日新闻呢却报道有官方文件指出，因为后生社的官员主导呢，才会把甲级战犯存入靖国神社，引起了很多人谴责日本政府撒谎。对此，政府官员呢只有说自己不知情，但没有清楚地表示他们到底认不认同这个决定。再加上呢，日本政府长年以来呢，也都用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回应甲级战犯的问题，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就是在回避表态。而这种态度呢，也让包含了台湾韩国、中国等等二战时期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都很不能够接受。所以靖国神社呢，可能就像是一个导火线，每当有日本高官参拜过去的二战伤痛就会被引爆，让大家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反应这么的激烈。不过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虽然过去的历史伤痛还没有被完全的抚平，但未来不希望再发生战争，确实还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有日本人表示，他们深刻的知道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也一直期盼同样的事件不要再发生，所以很不希望国际社会因为少数的偏激人士就以偏概全的觉得所有日本人都不愿意反省。那么认为在这种国际社会不能够接受，日本社会也觉得委屈的情况之下，日本政府或者靖国神社或许可以再做更多的努力。就算因为宗教因素没有办法移除甲级战犯，那靖国神社可能也可以修改游旧馆的说明，更全面的呈现当时的历史。或者呢，日本政府除了对于发动侵略战争道歉，也可以用官方的身份给予战争受难者的遗族们更实际的补偿。我相信如果日本政府能够让外界看到诚意，那或许这边的争议就有机会慢慢的化解吧。好的，那讲到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会考虑去参观靖国神社吗？会可能会想要去悼念被寄奉在靖国神社里面的台籍日本兵。B 不会这种象征军国主义的场所我不想去。C 会但主要呢是想要亲眼看看争议这么多的靖国神社到底长什么样子。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靖国神社。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慰安妇以及转型正义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